曾经由周一围、秦海璐、张智霖、曾志伟等领衔主演的扫黑题材电影《扫黑行动》一经播出，震惊社会。剧中一句台词：“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。”这个决心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，更是展示了扫黑除恶、打击保护伞的决心。而该剧的原型正是昆明头号恶魔孙小果，只不过现实生活中的孙小果要比电影中更狠毒。孙小果出生于70年代中一户警察家庭，母亲孙鹤宇，父亲陈岳，家中还有一个哥哥，本是幸福的一家4口，却因为父亲陈岳酗酒成性，家暴妻子，这让从小在暴力环境长大的孙小果耳濡目染。没过多久，父母亲便选择离婚，孙小果由母亲抚养。由于孙鹤宇工作繁忙，无暇照顾孩子，因此内心觉得亏欠孩子，即便孙小果犯错，也会包容原谅。这让顽皮的孙小果更是放任自由，无法无天。孙小果15岁那年，母亲孙鹤宇再婚，嫁给一位高官李某。青春期的孙小果经常在学校闯祸惹事，为了让孙小果步入正途，接受管教，孙鹤宇动用关系，将儿子年龄改大2岁，送入警校学习。可惜在警校的孙小果依然作恶多端。一天夜里，他和几名同学在昆明大街上强行带走了2名未成年少女，拉至郊外实施侵犯。孙小果被抓后，因害怕坐牢，便央求母亲帮忙，并承诺今后一定改邪归正。于是孙鹤宇夫妻四处活动找关系，最终通过把年龄改回来和伪造健康证明救出孙小果。然而获救的孙小果并没有悔过自新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之后孙小果又在昆明某宾馆里侵害了宋某、张苑等多名未成年少女，接二连三的作案，一时间让昆明女孩都笼罩在深深的恐惧当中。而孙小果却迟迟没有被抓，直到一天晚上，他在一家酒吧内发现了张苑和另一位女友在跳舞。由于张苑的表姐张婷曾得罪过孙小果，因此他对其进行报复，用牙签扎对方指甲和乳房，用烟头烫伤张某全身，甚至让张某咬住大理石桌角，拳打脚踢手段极其残忍，令人发指。最后孙小果将昏迷不醒的张婷和女友扔到了医院门口，便扬长而去。之后2位受伤女孩的父亲来到警局进行报案，才将孙小果一行8人抓获。孙小果被抓后，和以往一样，孙鹤宇夫妻俩又开始进行一番神操作，动用关系将张婷的病情改为轻伤，以此希望法官对孙小果减轻判刑。好在一位案件审理员发现难以将恶霸孙小果绳之以法，便将此事曝光给媒体，希望通过舆论的力量推动案件进程。最终案件受到社会高度重视，判处孙小果死刑，其父母亲都相继受到严惩。然而被判处死刑的孙小果又在母亲和继父的操作下奇迹般的复活了。仅仅入狱12年零几个月的他被刑满释放。随后孙小果又以李凌晨的新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，而母亲孙鹤宇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，帮助儿子开 KTV 夜总会，还送他价值数百万的豪宅和豪车，这也成为了孙小果重操旧业的底气。得到母亲帮助的孙小果不仅感受不到母亲的苦心，反而更加肆无忌惮，做尽坏事。由于孙小果参与非法经营、暴力勒索、打架斗殴等严重犯罪活动，引起了民愤，而且正值当时国家扫黑行动大力推动，孙小果一案才得以重新查办。最终逍遥法外20年，无恶不赦的恶霸孙小果才得以严惩，判处死刑。而母亲孙鹤宇和继父也都各自被判20年和19年的刑期，相关人员也获得法律严惩。一个恶霸终于绳之于法，一个母亲也因溺爱孩子毁了自己。正义虽迟，但终将还是来临。只是那些无辜受害的女孩们，她们却要带着无法回去的梦魇度过余生。孙小果落得如此下场，与其母亲的溺爱、包容、管教分不开。倘若孙鹤宇在孙小果第一次犯错时严格管教，让他接受应有的法律惩罚，想必是不至此。这起案件
也时刻提醒着所有父母，溺爱不是爱，爱孩子要有底线。而真正智慧的父母，都懂得陪伴孩子，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如此教育出来的孩子，才会正直、善良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